俄乌双方的交战情况来看，乌军还是能够用 S-300和山毛榉对俄军飞机构成威胁，说明乌克兰军方的雷达系统以及防空系统还是发挥了作用。俄军并没有完全把乌军的防空系统给摧毁。对此，特约评论员石红认为，俄军精确打击武器表现不俗，但是使用的数量并不够，也对俄军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外界原本以为的闪电战并没有出现。俄军的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还是偏少，一个是种类少，第二个呢就是数量少。俄军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些范围也好，还有呢它使用的数量也好，远远的少于美军进行同类的行动的。这就说明俄军手头呢拥有的这些精确制导武器还是不够。值得指出的是，精确制导武器比非制导武器的造价要贵得多，这也暴露出俄军缺钱的状态，手上的精确制导武器比较有限。俄军呢，他是手头没有那么多钱，不可能像美军一样大量的去装备精确制导武器。俄罗斯呢就是担心，他害怕花这么多钱，他也没有那么多钱可花，所以他尽可能的希望以小的行动获取最大的收益，这就是一种心态上的侥幸了。另外，除了这些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以外，俄空天军还出动了战术飞机，对乌军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，并拿下制空权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28号报道，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，俄空天军已经夺取整个乌克兰制空权。俄军在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开路，请教一下曹先生，对于俄军首先展开的远程精确空袭，您有怎样的观察？我们看到呢，他报道的消息呢，这些精确制导武器主要是把这个乌克兰几百部的雷达都给打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，所以当你的这个导弹把对方的雷达打掉以后，就是等于对方处于一个瞎子的位置。因为我们讲，你无论对空搜索、对海搜索，都是要靠雷达的啊，所以它的这种导弹的数量打击的主要是要害的目标，主要是使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可以快速的推进，而且使自己减少伤亡。俄国防部在第一天宣布摧毁了74个乌克兰军事设施，第二天这个数据就增加到了118个。请教一下蓝先生，这种战果除了使用先进制导武器以外，还要依靠哪些力量的支持呢？它这种制导武器是有一套系统来支撑它的，就是说的话，如果是打击固定目标，那么它这个俄军这边的话，要先把这个在战前通过侦察或者是情报的话，把这个乌克兰军队的所有的这个固定目标的这个坐标点的话，都给这个弄清楚，而且是100%准确。这样的话，才能够第一波的话就用这个制导武器把这个目标给炸毁了。如果是他要打击移动目标的话，可能乌克兰军队内部的话，一个是可能有内线，另一个的话可能就是俄军的潜伏的部队或者是侦察兵、特种部队，那么已经是到了这个乌军的这个开进或者是机动路线的附近，那么他就可以这个用制导武器来攻击他正在活动的目标，比如说车辆。到目前来看的话，俄军打击的这个地面目标的话，还是主要是以固定目标为主。那么移动目标的话，它这个出手的时机的话是比较少。有观点认为，俄罗斯的空袭取得如此大的战果，必然能够极大震慑周围的北约国家。请教一下曹先生，对此您怎么看？乌克兰那尽管也有一定的陆海空三军的武器装备和实力，但是无论是它的先进程度上讲，还是它的体系化的这个程度上讲，还是它的信息化的能力上讲，它都和俄罗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那如果就北约而言，是不是能够招架住呢？其实也招架不住，因为俄罗斯呢在打击的这个突防性能上研发了多种的高超音速武器，比如说从空中发射这个匕首导弹。那么从海面呢可以发射锆石导弹，从陆地上呢可以发射先锋导弹，这都是高超音速的。那不但乌克兰挡不住，北约在其他国家也挡不住。